OK，这个真的是一个大新闻，这个真的是一个大新闻，看到了吗？看到了吗？看到了吗？真的是这样子。苹果自己不小心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嘿，Hello，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今天有一个超大的新闻，就在现在刚刚这一刻才发生。我今天早上才上完影片，那刚刚在跟一个消息来源，他在跟我分享一些这个苹果发表会为什么延后的原因，然后讨论就是说本来应该是要在什么时候出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新闻出来。那这个新闻就是说，有人在问 Siri 说下一个苹果发表会是什么时候？那 Siri 回答说4月20号星期二。然后一开始看到这新闻，我觉得说啊，这可能是有人 Photoshop 有人 P 图上去，怎么会是真的？那下面开始很多人就是回答说，他们测试之后也是真的，真的有看到这样的回答。然后就在我自己的 iPhone 12 Pro Max 上面测试，他没有这样回答，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看不到？那我也不太敢分享出来，就除非我自己有看到。那我刚自己在测试的时候，在我另外一只 iPhone 12 Pro 上面问 Siri 说，下一个 Apple Event 是什么时候？他就讲说4月20号礼拜二。OK，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我们现在应该几乎99%，除非又有什么原因它在延后。可是这个就是他内部的资料，他们证明说他们下一个发表会是在4月20号。那我们来讲讲看4月20号会有什么商品，因为我刚好也在跟这个消息来源是讨论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蛮有趣的。好，那首先我们就来分享另外一个消息来源跟我说，3月23号的那个发表会本来是确定有的，那苹果也已经确定就是基本上录好里面的内容，然后准备3月23号要发表。那它延后的原因跟 John Prosser 讲的那些原因毫无关系 ，OK， 就单纯的只是它的量产的过程有一些组件就是量产的问题，它向后延，就是这样而已。那跟 John Prosser 讲说什么故意要 trick 什么爆料者啊，要抓爆料者什么，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哦。那这个消息来源讲法是说，这个消息来源要去处理它，或是去抓走漏这些东西，而去延后这个发表会的话，这个对苹果内部的影响会太大，根本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抓爆料者跟去抓消息走漏是一回事，那他们的产品什么的规划也不会因为这样去改变。OK， 好，那再来有更多的消息就是关于说这个时候会有什么产品出来。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OK， 好，那这边基本上就是所有的 list， 所有会出来的产品。那这边消息来源给我就是说 AirTag， 然后会有LS 是大很小吗？还是会有 AirTag 在不同的装置上面呢？然后 Apple TV， 那 Apple TV 我这边看到的是会有 4K 120Hz 的资源。那我们刚刚有讲过啊，早上的影片有讲过，就是说这个首先在你的荧幕、你的显示器、你的电视也要有这样的资源，你才能使用到这样的规格。OK， 那再来 iPad Pro 11寸啊，那它是 A14X 的晶片，然后荧幕的是 LCD 的荧幕，那再来 iPad Pro 12.9寸是 A14X 的晶片，然后它的荧幕是 Mini LED。那有新的 Apple Pencil， 那这个新的iPad Pro 都会支援这个新的 Apple Pencil， 可是是不是会上架支援这一点我们还不知道。然后这个就是新的 Magic Keyboard， 第二代的 Magic Keyboard， 那细节我们也还不知道。那再来最后一个就是最兴奋的，就是他说会有 iMac， 然后会有2台，然后他说是 Mini LED 哦。OK， 那这个如果是真的，我会超级开心的。如果真的是 Mini LED，OK， 那据说这次发表会向后延就是Mini LED 的量产的问题啦。那不确定说是就是单纯是在 iPad Pro 上面呢，还是 iMac 上面这个量产又有问题？那会不会在一发表的时候我们就随时可以买得到？这个就不知道。那我知道在台湾通常是要等大概1个月左右才买得到。那这一次的话，我可能也是必须要等啊，因为 iMac 那么大台，好像要从国外寄来可能有点困难。OK， 那蛮期待看到新的 iMac。然后这边的讲法是说，一次会有2个尺寸同时上。OK， 那我有2个消息来源，2个都这样讲，让我真的，我一开始就觉得不太可能，应该就是小台的先出。那2个都跟我说会有2个尺寸，那意思就是说2个尺寸现在的货都准备了，他说23寸跟31寸。OK， 23寸跟31寸，好，那蛮期待的。OK，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期待这个非常特别的消息。所以如果4月20号是真的的话，就代表他们今天晚上就会发表出他们的邀请函。那发表邀请函，我们就可以确定下个礼拜二4月20号星期二，就像苹果在 Siri 里面自己告诉大家的一样，会有发表会。在这里面，所有我最期待的应该就是 iMac， 对不对？那 Apple Pencil 我比较
我比较不太确定说新的 Apple Pencil 它到底会有什么新的功能在上面，这一点我觉得是说可能也要搭配新的萤幕，如果 Mini LED 有更高的 refresh rate， 或是它在荧幕 sampling 的那个频率更高，那或许搭配新的 Apple Pencil 会需要配上 Mini LED， 这一点我不太确定。那再来就是 Apple TV， 但因为我的 Apple TV 连 4K 都没有，那所以现在有出一台 4K 的 Apple TV 的话，我应该会蛮想换的。那 AirTag 的部分呢 ？AirTag 的话，应该就是买来玩玩看，然后测试看看它的功能，还有苹果怎么去解决这些可能会被别人追踪啊那种跟随的这些问题，苹果怎么解决？那 Magic Keyboard 2的话，我个人就是还好，因为 iPad Pro 并不是我会一直去用的产品。OK， 那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你们最期待的是什么商品，那你们会买的是什么？还有你们如果有知道什么这一次发表会还有什么其他的隐藏的产品啊 ，One More Thing 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是不方便的话，可以在 Twitter 或 IG 私讯我。OK， 那今天就是很快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很疯狂的消息，苹果自己把这个消息走漏出来。好，那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片见喽，拜。